今天來聊聊食物保存和備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莉。今天這支影片呢，會跟大家分享我們家食物保存以及日常備菜方式，展示各種保鮮盒的應用，常見食材保存方式，如何延長食物新鮮的秘訣。影片的最後呢，我也會實際下廚示範怎麼使用這些備料呢，快速的開飯，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哦。每次從超市采買回來，我會先將食材整理做分類，趁食物新鮮，分量放入冰箱。只要花點心思，接下來的廚房時光就會變得輕鬆不少。菇類是我家常備食材，不用水洗，方便快速。我習慣先將各種菇類混合，並進行分量。這一盒是配料專用，就像餐廳一樣，提前切洗好，分類盒裝。煮飯時想用多少就抓多少。這一盒是主菜。我之所以提前備菜，很大的原因是不想每次做飯都從頭洗菜、切菜。現在打開冰箱，拿出來就能直接下鍋，無形中提升了想煮飯的心情。當我想延長食物保鮮期，會使用真空保鮮盒。就算臨時外食，決定不回家煮飯，也不用擔心冰箱中的備菜，有工具幫忙守護好食材。讓我在忙碌生活中預留一份彈性的空間。很多人不喜歡備菜，通常是覺得洗菜步驟很麻煩。我也很懶惰，下了班只想趕快開飯，所以會在週末或平時有空時，集中把蔬菜洗好並瀝乾，煮晚飯時效率就會變快很多。老實說，我也會遇到行程很多，沒時間提前備菜的情況。這時，我會採用乾式保存，不清洗，直接放入蔬果保鮮盒中。來製作週末的早餐，之前準備好的生菜。週末我會和孩子一起做早餐，準備好食材，讓他們自己挑選喜歡的備料。我有时候会去市場買這種一包的豆芽菜，那豆芽菜最害怕的呢，就是變色，它會變黃。我每次買回來，我會分2份，一份是當天要炒掉的，另外一份呢，放在水中做保存。让豆芽处于无氧的状态，表面就不会变色。
你在料理時需要少數豆芽菜當做配菜，像是煮湯麵、拌麵的時候呢，就可以拿出少的分量放入鍋中直接烹煮，非常的方便。其實，在成為2個孩子的媽媽後，我也經常被忙碌的生活和時間推着往前跑，偶爾會手忙腳亂、忘東忘西，但也因為這樣，摸索出最適合自己、沒壓力的備菜方式。你喜歡香菜嗎？我們全家都很喜歡香菜，但香菜葉容易腐爛，保鮮需要下點功夫。通常我會分成2盒做階段式保存。泡水能隔絕空氣，減緩葉片的老化。每3天換1次水，冷藏能存放2週。另一半用清水洗乾淨，再用廚房紙巾吸附多餘的水分。青蔥也能用同樣的方式保存哦。接下來再用廚房紙巾呢覆蓋在它的上面，可以吸取冰箱裡的水分。過了差不多3、4天之後呢，你就會發現到上面這張紙變濕了，那你就可以重新再換一張新的紙覆在這上面。香菜呢就比較不容易爛。大蒜一般都放常溫保存，但放太久容易遺忘，導致乾扁變質。我後來改變保存方式，不用每次都去蒜皮，還能延長保鮮1個月。将表面水分擦乾，放入真空保鮮盒，延緩食材水分蒸發、乾扁變色。這個分量可以用1個月。老薑保存呢有非常多的方法，有常溫以及冷藏。我們家用薑的比例沒有很高，就是常常就是只有切一小段，剩的呢就會很麻煩。尤其是兩面被切開後，先準備一個能密封的容器，裝入過濾水或飲用水，把薑放入浸泡。冰箱冷藏可存放3週，記得每3天要換1次水哦。
如果你懶得換一次水，可以用真空保鮮盒更方便。要用時再拿出來，不用擔心變質不新鮮。大卖场賣的洋蔥呢比较新鮮，我們家會習慣去買這種一大袋的。如果你們家並不介意外觀這件事情，就直接放在常溫做擺放就可以了。但有时候我也會去先幫它做切片，切成條，然後放在冷凍庫裡面。當我要吃的時候，我就拿出来我需要的份。因為冷凍之後呢，它會改變洋蔥裡面的結構，所以吃起來会更鮮甜一點。小孩子对於洋蔥特有的這個腥味呢比較敏感的話，可以嘗試切片冷凍的方式，再一次拿出來料理呢，就會淡不少。最近芒果產季，買了很多放冰箱。分享我家備料水果的方式，適用於大多數的水果。這個無印良品的刨皮刀非常好用，我都是用它拿來削芒果。我會依水果大小目測分量保存。犒賞切芒果的人自己吃掉的。像是一些水果太多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冷凍，跟不同的水果把它先切好，放到保鮮盒裡面。像现在天气很热，我要打果汁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取我要的部分。再加水或是加牛奶，喝起来的口感非常像冰沙，也可以一半新鮮水果，一半冷凍的冰沙，兩個合在一起呢，非常的好喝，請大家一定要試一試。這個是我2天前吃剩下的酪梨，然後我把它放在真空保鮮盒裡面。它打開來，我已經有擠了一些檸檬，但是它其實抗氧化的效果還蠻好的。因為酪梨它非常大一顆，有時候沒有辦法一天把它全部吃完。我們家通常會剖一半，然後分2天。一半呢會在表面上擠檸檬，可以防止它氧化。我會放在真空保鮮盒裡面，它可以延長氧化的功能。等一下會示範怎麼做酪梨抹醬。拿來當早餐，搭配吐司，或者是搭配優格做成沙拉，直接吃也非常的美味，而且很健康。相較大番茄，我家更常吃小番茄，不但當水果吃，加熱或涼拌也很美味。不論是早餐配菜、便當水果、嘴饞零食，都很方便。一顆一顆提前洗好，小孩要吃時自己拿。今晚用備好的菜快速開飯。
有時呢，我常在想，在台灣呢，外食這麼方便，種類這麼多元，價格還很實惠，那到底是什麼願意讓我們花時間為家人料理？我想應該就是愛，讓我們願意不計成本、不計時間、不怕麻煩，也希望家人跟孩子都能吃上一個健康又安心的一餐。而這份廚房的講究，也延續了我們對家人的愛以及美好生活的期許。希望這支影片能幫助你縮短下廚的時間，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彈性與自己的節奏。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嘍，拜拜。我就邊吃邊跟大家閒聊幕後。我在想，大家該不會以為我說的這個影片內容都在一天之內把它全部拍完吧？但是不可能的，我分了好多天錄的。大家可能會期待那種以前好像很好笑的幕後花絮、後期啊、尷尬啊、生澀的狀態會越來越少。我會隨着錄了越來越多支影片而進步，更多是像這種的偷偷在後面吃東西，然後你根本不知道我是怎麼拍的。這一次的食物保鮮的內容，其實我想拍了非常久，但我一直沒有一個動力去拍。那這一次呢，非常感謝雙人牌的廠商呢，鏈接呢在下方，需要呢也歡迎支持一下，繼續支持我拍更好的影片給大家看。好，那我就努力把它吃完，然後就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。吃完。